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看，我给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左冠廷，武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议员李博义，大家好；团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民球评许维之，周哥好。好，那光看今天啊，包括把维志请到现场，你就会知道，因为压不住心中的那份喜悦，好不好？昨天全中华民国台湾的人，如果你不是在看电视，你可能就是飞奔到东京去了。OK， 如果你都不是在这样，你可能一定是有天大地大的事，所以你才没有办法能够亲眼目睹到，睽违了这么多年以后。那我们终于拿到世界冠军，而且这一场那是从一路大家不看好，看到最后我们就是拿了冠军，而且扎扎实实的拿了冠军，4-0，多感动的一个数字啊！你当那2支全垒打打出去的时候，我相信全团人都疯了 ，OK？ 然后每一个人的心理想法一定就是一个一个抓，一个一个抓，守着一个一个抓。然后到最后那个双杀打出现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人大家眼睛都还没看出来，到底发生什么事。好，我们就是拿到了世界冠军。来，维志，第一个告诉大家这个冠军有多货真价实，而且过程当中，本来大家真的没有看好啊，可是我们就是靠着这一批年轻的热血，我们打出了冠军啊。对于日本国家正义军以日本昨天以井端弘和监督带的这个日本国家队，在日本可以组同样一模一样的国家队，有个组8到10队了。因为日本的底蕴太深了，12支职棒过加上旅外的。好，日本曾几何时被玩疯，5000多天了。他们从所有大赛、经典赛、奥运，包括这个12强的比赛，我现在想起来说，2年前的那个梅西啊，阿根廷的梅西带领的他们的国家队拿到世界杯冠军。去年经典赛大谷翔平拿到，他们的国家队在马林鱼的主球场拿到世界冠军。对，我们终于昨天体会到了。所以为什么大谷翔平昨天半夜也发出恭喜我们嘛哈？来，日本转播的媒体除了转播都讲台湾之外，右上角写一个历代最强，右上角看一下，转播把说这一支是历代最强的国家代表队。台湾野球一番ですよ，本当にすごい呢。好，来，各位报告，历代最强我不敢讲，但是是历代凝聚力最好的，教练团最棒的。红看不到什么程度，你也知道吗？12强 A 组在墨西哥6队 ，B 组在我们台北大巨蛋比赛。比赛之前，美国的小众媒体、日本的主流媒体打那个职棒的那个写职棒的台湾队啊，倒数第2名，只赢澳洲啦。然后这个。看咱无到什么程度，连在东京大联盟咱对台北大联盟拍到东京大联盟，迄外口门口有一个看板，迄看板内底讲内底竟然无咱台湾队的球员。真的吗？所以这12强变11强嘛。表示讲没有我们吗？系啊，无甲带机枪，迄个相片就出来讲，你搞我糟蹋一种地步。你知被人家取笑的梦想叫实践的动力嘛。这个动力令人感动，你信不信？说机枪队去蔡启昌就是这样照片啊，所以我觉得蔡启昌会长他太低调了啦，他说很客气说我总机下班了哈。那他这次里面的后勤补给系统，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年初开始他就定下一个12强队最佳开戏，我们要开始勤收我们的这个自己的球员的勤收旅外，所以1月份派了陈瑞昌教练为主20个人到加勒比海去看多米尼加。委内瑞拉、古巴还有墨西哥这些球队，虽然这样会 data。你说从什么时候就开始？1月的开戏啊，从1月就开始开戏啊，然后一直到这个韩国、日本的季赛开始，因为冬季联盟的大概1月嘛。这个 data 呢，包括追踪我们的旅外球员12位，加上本土的68位，80位大名单。总教练曾豪居、龙猫 K 用设定为总教练，大家看不。都会跨一北去啊！曾豪居 K 片嘛是2022年、2023年乐天桃园队总教练，一起讲争冠失败年呢。那一天我看了6场比赛李博义兄都要坐里外左前方，我看到一干夫人恩恩爱爱，我是拍这个问讲，到底是切还是摸啊？那啦，是登记的那位，我太太有登记那位，因为我们坐在出去要小心一点，那个我们坐在 L3的位置了哈，博义兄可以证明，其实我们在 L3位置贵宾写物件拍是普通的，因为12强我伫台中2届，2015、2019，迄食烫海，迄偌好咧，食到变鬼。不过这次的重点天上没有掉下来的冠军，这个球队赢一定有原因，输冇原因。赢下来，我都要讲来后勤补给线的情收。情收是这样给各位看一下，你们都不知道，情收是它是有一个 A4 的纸张对对方每一个投手打者有一张这样 A4 纸。这个 A4 纸它还有包括什么动态的录影的影片，我带给各位看一下。这个部分以前我们的教练团
有没有用？有。以前怎么用 ？Old school。那教练以前教练就说啊，这样免啦，我靠经验，球来就打，球来先把投手5局的，你2局用打爆啊！我们的以前球来就打是靠经验，球来怎么打要靠运动科学。这次运动科学全部出动，所以就把这些东京巨蛋当天的比赛之前，咱呢你看了张大伟市长哪里边啊？你看叫这影片档有无？都是要用当时情收，我叫这影片档，爱甲投手教练跟这个所谓的打击教练讲。这个打者，这个巴打，他喜欢的外角球、内角球，他擅长打的是什么样的球种？所以你不要以为昨天陈杰宪几乎说的全垒打，以为天上掉下来是乱猜的，不啦。我跟各位报告一下，这个 data mining， 我记得有一年啊，2017年是经典赛在韩国高尺巨蛋，我们对到以色列，然后以色列也要怕对哦，原来是。那个犹太裔的到美国找小联盟的啦，你只要你阿公阿妈会当代表讲你是犹太裔对啥的啊？我们全部没有以色列球队的资料，以色列球队发现林哲轩、林志胜的爬军竟然手背开始 shift， 都是移防，这主要对头来，data mining，这个 data mining 很感动哦，这个部分到现在为止，过去的情收是怎么样？不解读，丢一个 A4 的纸给总教练，总教练说啊这变来这看看，没告诉这是比赛前，所以。那个彭政闵不是有一张梗图吗？对，就是说，你请你点便当，对，他们在订餐嘛，对不对？我跟各位报告一下，这里面前3棒打者，从陈晨威、林立跟陈杰宪这3位，彭政闵恰恰，他们这些人去年经典赛都感受过那种震撼呐。那就不菜2胜2败，对啊，比那个 TP 对，结果后来我们变成比 TQB 嘛，对战优质力，咱的苏巴拉马各个古巴惨电打到2胜2败，让他斗啊。所以这次他们3个。林岳平总教练，过去的那个总教练林岳平教练跟王建民多低调嘞，拢归功，他们就按照美国的那一套，按照那个美国职棒那个系统，投手投一个人是1局或者是2局3局。过去韩国队这一次的柳宗义总教练第一场输给我们，都怪东怪西啊，没有那个 ABS 的电子的那个好球带啦啊，你们台湾买裁判呐哈啊，场地我们不是啦啦队太吵，啦啦队嘛欧力的呀。柳宗义总教练当年当国手的时候，跟我们对打是谁？李居明、曾志珍、林义珍，我的共家老国手那个耳熟能详的吧。柳宗义的是 old school， 他就是用那一套，他的对高永表上来说，高永表跟台湾侧头怕不跌的，叫了6-0的啦，啥意思？就是说，以前中华队犯的错误，就在这一批平均42.9岁的球员的总教练身上。我们的球员24.5岁，12支球队想笑脸呢。所以这次很感动，是有几个选手是到最后10月28号才递补进去的，曾颂恩、江国豪跟郭俊麟。我们好几个用的那个古林瑞阳、摩多坑、徐若曦没进来，吴念庭受伤，国防部长张育成比赛怕，哇，减4 5支，安尼这边要怕，所以大家看不起嘛。这次的国家代表队里面，我觉得说非常令人感动的是说，教练团用的这些数据分析，全部都达到非常有效率。昨天那个互相象征，就是日本队的先发投手，3年连续12胜的投手，自责分率1.95，今年26场完投呢，你不能丢低有些尊严了，投手都要过5局，让你胜投资格。昨天已经到了第5局上半，K 到4分心，其实第3局都要换。5场的预赛在台北大巨蛋短两能，我们的13个投手自责分率1.80，日本每一场得分7.9分，昨天被我们完封0-4，你想会搞用代志不？做梦才想得到的剧情，所以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投手群的化学作用，而且我觉得说林家正他在这个所谓的不是只有当捕手功能而已，他能够美式接球这种情形，在我们国内捕手不是没有，戴培峰也有一点这种感觉，所以说我觉得说也要感谢过去中华职棒现在来到6支球队嘛，从味全回来，台钢雄鹰成立。这几年挑了非常好的洋头，圣骑士也好，那一天被美国队击出那支全垒打的那个富兰哥也好，好的投手会训练好的打者，好的投手让我们中华队职棒的这个打者不怕150公里，以前150公里国际赛卡里亚压香啦，你根本看不，你个讲骂叉只杀球不要怕，昨天互相相争，我说好可怕，他有6种球路。我们中华队怎么可以每一局都有危机？他们每一局有危机。我在旁边看说，
我在看电视奇怪呢，这里我都本来想去东京巨蛋的，无。本来透过华航没机票，机票讲对土耳其转，我啊我都，这全都去东京要从土耳其转，去土耳其较俗。黑山球讲伊去韩国，你去韩国从韩国还穿少一点，不是从韩国那些都算的，从土耳其就有点。就有人给我看机票说，徐老师，你都飞土耳其，伊斯坦堡，伊斯坦堡比较单价，安尼比你直接飞较俗啦。我讲你起笑，我飞到伊斯坦堡。土耳其不过叫我飞去洛杉矶，没较近的，一挂西亚拢里啊。那一天，全台湾球迷一半在东京，一半在台湾啊。所以说这次比赛你会感动，我就说大家心里面有那激动，不分男女的原因是说，这个国家代表队我们等太久了，因为每次都虽败犹荣，我要见人那个怕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无这个代志嘛。咱的国家队，咱的3级棒球协，我们这次排名以前排名都是小孩子少棒、青少棒、青棒，对，帮我们打国际名次 ，WBS 去简称国际棒垒总。啊，讲你台湾拢排第2名、第3名，拍谁囡仔拍，大人拢头前几条就拜拜。所以这次在预赛里面，连我们自己，连我们也看走眼了。就是说，怎么可能？第一场我在看那个陈总会打出那全垒打，黑就是设定嘛，叠下球来6-8嘛，现在整个士气那个涨起来嘛。那天跟那个您在前面的，那场是哪一场比赛？我们对古巴呀，对古巴0-2那一场嘛。古巴我想古巴够恐怖哎，我那时候嘛就恐怖哎，啊，奇怪这些大联盟层级的球，我们怎么能够轰到他的球？所以以前我们会惧怕，也担心，也惊吓。昨天那个比赛，坦白讲。哇，我看了真是天助我们啦！你说礼拜6那6-5之外，还有昨天比赛，你看最后一局那个朱玉贤那个球，因为是一垒有人，那个球忽然间来了，哇，上杀我们打不赢。那个球其实如果垒上没有人，那个强迫变很大。所以这个比赛，我就说，当一个国家对于你的棒球运动，对于球员这么照顾，球迷这么挺的时候，棒球之神也站在我们这里。OK， 当你整个士气打起来，当你中间花了这么多一些努力，而那些努力是所有的观众朋友你大概看不到的。从1月开始做情搜，刚刚讲包括蔡章会长就请所有的人开始做相关的一些的动作，所以每一个人上来以后，大概都知道对手的习性，这就是科学。这就是刚才其实维志讲的里面还有案讲，如果真的都是老鸟的话，他不见得都愿意听你这个。但当这一圈年轻的新血上来的时候，那就告诉你，他就是应该这样打。刚才讲最后那球，有很多观众我到现在还不了解。到底最后那球发生了什么事？对，就是一个直接接杀，然后一个踩垒就跑掉就结束了，好不好？因为那个人离垒。可是刚才维志也讲，幸运棒球之神就站在我们这嘛，要不然如果不是一垒垒包有人，那个一垒手会站得靠中间一点点，一般防守都是这样。但是因为垒包有人，那个一垒手一定会靠垒包一点，那个球就送上门，然后那个人就跑了，他就踩了一下，我们就冠军了。OK，4-0，当然不是这样，而且刚才讲。昨天台湾一半的人大家在看球，另外一半就想尽办法，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真的跑到土耳其，然后再飞到东京去的这些。这位是卓冠廷，冠廷，可是你觉得你礼拜6有看到？礼拜6有看到，对，因为你那时候在东京嘛，你就一定要去看，对，一定要热血看，一去应援是。但礼拜天就要回来了。好，我讲一下整个状况。好，来，首先先讲昨天晚上台湾的很多人没有睡觉，不敢睡觉，自嘲自己，因为怕。醒来之后发现是一场梦。对，我真的网络上很多人这样讲，为什么我们赢了？32年来第一次拿到这个世界3大重要的赛事的冠军。我印象中有生之年我现在今年38岁，上一次我们赢日本，我印象中是2001年张志佳那一次亚锦赛，我高中的时候，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印象，什么时候赢日本，可能不是最精确是哪一场，可是你总有印象。也几年了，已经也20几年了，所以这每个人都觉得说，哇，真的是很以台湾为荣。那我的状况是这样，因为我们本来排了演讲，在日本演讲，那谁知道那个时候有12强赛，还会打这么好？当外媒全部都唱衰，世界12名中倒数第2。对。可是后来随着我们成绩，打出成绩之后，我们就对呢。我那2天在日本东京演讲，我赶快，然后就跟了很多朋友，然后大家去买了票。然后呢，礼拜6那一天在现场，那一天其实对日本已经无足轻重了嘛，赢或输我们都已经赢了。对，所以关键是礼拜日这一场，我人在飞机上，但我体验的人生第一次，飞机从东京的成田机场起飞，飞到桃园机场的，在天空中突然一声噔，那个机长广播说我们所有的乘客。我们刚刚台湾赢了日本了，然后全场全部我们在飞机上，那个灯是暗的，然后哇，大家都没有在睡觉，都在关心。然后我印象很深就是在起飞前，
大家都要那个手机，就是要关飞行模式嘛。对，这舍不得关。对，舍不得关。然后我应该是全机最后一个关的，为什么？因为呢，当对方已经就讲说，要关机了，我死撑嘛，死撑到最后一刻，结果我撑到陈杰宪打出3分炮。我一撑到陈杰宪打出3分炮之后，我就把它关掉，我就跟大家讲说，打出3分炮了，然后全机哇，然后还那个可能少数呢1/10、1/10可能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可是这个台湾就很团结嘛。那我在现场看到第二个观察是，因为东京巨蛋台湾人真的非常多，多到什么程度？我跟大家报告，我礼拜6。在东京街头走，遇到台湾人的比例比在西门町还多。我不开玩笑，我从饭店离开，然后要去搭计程车，然后那个到下一站的路上，计程车那个在饭店门口拦嘛，计程车下来，然后有三个人跳下来，然后打开门，左文婷，沈伯洋的亲戚真的亲戚。然后呢，到了东京巨蛋现场，为什么要讲沈伯洋？因为连续怎么那么有缘，看到一个爆炸头。转过去，真的是沈伯洋。然后刚刚看到那个，包括我们很多那个立委都有去嘛，什么沈发会啊、李坤城啊、蔡其昌带队嘛，都有去。可是现场台湾人真的在国际赛事可以这么骄的拿国旗。我说真的，那个大家现场都在讨论啊，好险12强没有中国。有中国，他们又在那边抗议，那边干嘛？奥会模式，所以现场那个国旗我带小只的去，然后后来我们不拿出来了，因为太多人拿大便的，大一片小只的太丢脸了，带小便的，然后那个整个就旗海飘扬。另外，我观察到第二个点是，其实日本人跟台日真的很友好，对，我们明明两边是在殊死搏斗，对啊，可是呢，那个因为我们台湾球迷比较少嘛，虽然少，可是大概我认为现场最多可能1万人，然后少则几千人，所以就会交错嘛。我这一排刚好都台湾人，下一排是日本人，再下一排是台湾人。然后呢，我们大家在加油的时候，老实讲，他们也想帮他们的国家加油嘛。我们喊完了，我们加油了，然后他们当然会觉得有点沮丧，因为我们喊的时候就是我们打安打嘛，或我们表现好的时候嘛。可是昨天那场虽然我没在场，但听很多在场的朋友说，打到最后。我们的球员的好表现，日本的球迷在现场不吝给我们掌声，帮我们加油。这个补充一下，这个您在现场的话，我们回忆一下2013年王建民那次差一点赢日本那一场。那一场比赛有很多日本进场是帮台湾加油，是因为感谢台湾311的捐款。他们说用中文写，要写阿里嘎多台湾，然后一大堆的帮我们。所以这一次比我不知道礼拜6那个美国跟委内瑞拉你们有看吗？我们没看。OK， 在台湾包括日本那边第一次看到不是自己国家队那么紧张的。我那时候在友台录影，拜托说，你个哇头不南京，看了再来录。对。然后看完之后，发现大家哇，全部那个 AIT 好厉害，写美国赢的不客气7个字而已。平常这个 AIT 的脸书我看过最多2、3千个，比我的那个粉丝都还少。但那个最少77个，那天写要去加西两龟板呢。然后很多人写说美国爸爸、美国大哥，拜托赖清德总统再多买20架战机，零钱不用找，赏你。我非常感谢，而且非常坚决相信美国护台决心。美国爸爸、美国大哥，拜托赖清德总统再多买20架战机，零钱不用找，赏你。我非常感谢，而且非常坚决相信美国护台决心。这个第一岛链，你不要怀疑，真的是美国帮助我们啊！第一岛链，因为第一届的12强韩国第1名，2015那时候大谷翔平代表日本，那到第7局要玩疯了，而且一天后援投手帮你。第二次2019张毅当王牌的时候，这一次我们哇，韩国、日本、台湾，我的讲日本是美国第51州，韩国是美国第52州，台湾是美国第53州。这美国哥哥爸爸也敢叫我啊！所以那天对委内瑞拉比赛，好死不死要跟桃园有关，因为那投手 Frank 是富邦的。对啊，富邦的那个领队陈昭如小姐又在现场，讲领队。Frank 那个加薪啊，我讲其实没话你讲，伊嘛就领进把一条球那是 Ryan 那个美国队3A 的，明年会上道奇队大联盟的，所以我觉得这次比赛里面不管从技术层面、精神，一直到我们这个刚刚提到大家那么激动，不管你是内行外行、一日球迷，有人跟我讲说，徐老师请教者，我看了第2名到王建民伊想把你坑，我讲王建民会当坑mo A 啦，伊若教阮拍长青棒球老会是，40几岁啊，你若把问我彭正明那不落去代打，对吧？就是说这种一日球迷很多，如果不是这一次的话，那个陈柏青、温郎岛、鹿谷乡的整卡吉娜，他是非常艰苛的。陈杰宪人心够可怜，因爸爸棒球教练2021年爸爸贵用去，妈妈2023年1月贵用去，他妈妈的人生更是辛苦。他国中家境不好，他到日本
共生那个高校去就读，想打甲子园，你没打进去，回到台湾选秀不让被矮。怕台湾电力2016才勉强进入台湾电力，台湾进入那个统一师，以及嘛是中华职棒联盟工会理事长，身材跟我一样，我喜欢奇怪嘞，哦，这插图啊，以我懂嘞，你东京巨蛋就是情说加上他的自我训练，所以我觉得这时候都不是天下掉下来的冠军，而且请大家不要只是锦上添花而已。我觉得在很艰苦的时候。各位呢取笑的，你很多写道歉函，对不对？其实不用啊，很多事情就是说，大家我们这次国家还要重新再检视一下。OK， 啊，明年2026有个经典赛的，再来2028的这个所谓的奥运洛杉矶奥运，所以我们还是有最起码这次这个国家队已经不一样了。没有水板游泳了，没有好想赢韩国，像韩国从2018印尼的亚运到现在为止，总共5项大赛就是一军的拍谁哈。4胜1负，我们占优先。去年的杭州亚运，林玉敏 K 呢1胜1败哦，跟今年6比3输烂。我跟你讲，这个国家队已经就像大谷翔平去年在经典赛，在 Clubhouse， 在那个休息室跟他们的队友怎么讲？他讲的是他到校记得说，请今天不要仰望。敬仰美国队的队员，那些都是亿万级的好手，而且知名度最高。我们就今天不要仰望他们，敬仰他们，我们就打败美国队一样。昨天的状况也是，我们教练团说，我们不要敬仰日本，虽然我们的身价可能搞不好就他1/10，一点点而已，我们的薪水没那么高，但是我们有那个实力，所以我们赢了这个比赛。OK， 那接下来就是所有的球员里面很受大家欢迎的。尤其是慧珍最兴奋的，来，慧珍，第一个队长陈杰宪，对，第二个家政妇，不得了，这个不得了，真的是不得了。而且我跟你讲哦，因为那个陈杰宪他已经已婚，所以我一开始就没有，对，我一开始就没有，我还跟我们制作人说啊，他已婚了，制作人说不可以这样子。对，那其实我觉得他让我也觉得很感动，因为当他拿到这个 MVP 的时候，他竟然就直接在找他老婆。对，哇，我觉得任何一个女性哦，看到这一幕，心真的都融化，都觉得说一个男人在他得到最大的一个光荣的时候，他马上迫不及待要跟老婆分享。我觉得更高供求，更高探情，更高恩导，哦，更那个真的还会那么爱老婆，我觉得这真的是他太太的。我们这样以后要怎么做人？作为人夫要怎么做人？检讨一下，不够努力，多检讨。所以昨天日本女记者哈，因为说日本被击败了，对，看到陈杰宪哈，那个女记者都讲说没有关系，我们输没关系，因为他们的队长长得太帅，太帅，真的。这样跟小哥讲，恩导1-5分呐，真的。而且我跟你说，因为我刚好跟一个日本朋友在聊天，那个日本朋友直接就跟我讲说，他说你们这一次 team 太厉害了，而且他说你们的那一个精神，他说你们那个精神实在让人家真的太动容，所以他也都觉得说，那个你们这个赢的是理所当然啊。所以慧珍你都是看颜值嘛哈，我们从教练团，从彭彻明、王建民、高志刚，那种 N 导率最对吧？我们球员我都没注意到，这一次历届哈也有人统计哈，颜值最高的哈，因为过去我们那个年代的国手是这样，长得比较他整他宽的哈，有人说长得比较像宅男的哈，靠不要 N 导啦，以前 N 导的高。我印象说，我以前小时候在看棒球的时候，对，就是肚子跟那个肚子都还蛮大的，那我的疑惑说肚子那么大怎么跑？你是看相扑还是看棒球啊？还搞错了。但是我跟你讲，我要进入到家政妇，来家政了。你的家政，你现在已经是你的家政。对，但是因为听说我排到1358万人之后，所以就年纪比较大的那个，你知道吗？没关系，还是有机会，还是有机会。对，这年龄不是问题哈。对，你知道吗？其实一开始我没有很注意到，我其实坦白讲，我只有看昨天那一场，因为我觉得我看棒球，我怕带赛给那个，所以我确定有亚军了，我才敢看。然后而且我赢了，我有买，我特别昨天对 OK， 直接力挺。对，然后呢，这个我那时候是听说，他好像之前不被看好。好像他之前他去年亚运哦，杭州亚运就有加入国家队了啊，因为他在美国小联盟的一个这个不顺遂，因为毕竟美国职棒那种捕手那个妖魔鬼怪太多了啊，你这种身材要拼也不容易啊。有人建议他说还是回中职选秀，因为也不年轻的嘛哈。那也看到他每次的不是吗？我在美国职棒起来那样，你如果25岁以下没有再上到大联盟，你要再拼的话，几率只是陪公职读书而已。所以他这次表现，我觉得他值得回中职的，因为他可以让中职产生化学变化。而且我觉得除了这一些选手的亮眼表现之外，到最后就是那个教练已经冠军了，然后他不喷香槟的原因是，我觉得天哪，那个真的就是台湾人的那一种。
就是那种感觉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在现场的时候，他就讲说那人家的主场，因为要在那个地方。过去统一狮队的那个啦啦队队长阿彪哥，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比如中信兄弟不是统一狮队争冠吗？中信兄弟在统一狮队的主场拿冠军嘛，主场拿冠军就喷香槟，你说那个后面的工作人员跟有一部分的那个球员的长官还去收拾后面。结果你中信兄弟来咱们怕冠军，那个 Q 加无为不，那个心多痛啊！就是说觉得说，如果今天在主场那也就算了，那东京巨蛋人家争豪居，我觉得这几咱台湾人的善良，对啊，哇就可惜的，您对我叫狗，就叫人家友善，我这么喷香，都才好啊呢，都整个我们回台湾再喷啊！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到台湾的，所以说我们期待说这2天大概我是建议了哈，赖总统后朗做到台北市游行之后进入台北大巨蛋，开放台北大巨蛋，让我们的球迷进场，让那个搭个舞台，对，让大家讲一下发书对，可以现场喷。台北市蒋万安的就搞会的嘛，对不？现在要这样处理的。给他们蒋万安只给他们捷运免费搭2年，太痛了20年，好不好？终身了，200年，好，对啊，200年。我们台中捷运打那个拿刀杀人的那几个终身嘛，对不对？那个从头到尾，不管是贡献的，终身免费搭捷运的，你台北市给2年，而且惠正刚讲，从林家镇，然后全台湾不知道虏获了多少家政妇。那大家第一个，后来大家才发现，有很多人是从这次比赛，因为维志讲说你也是登捕出身嘛，对吧？对，从这次大家才知道，对，原来棒球最重要的，因为大家都只看投手，对，其实棒球最主要的是捕手。你看投手一直在那边摇头，就因为捕手一直在告诉他，我知道这个，因为捕手要最了解所有的打者，他最了解所有的场况，他就是好了，讲白一点，他就是这场比赛的大脑啦。他就可以告诉你说这个人是怎么样，我告诉你。他不擅长什么球，你这一球要配什么球？对。那投手通常都是，对。好，那有一个默契就这样。而且林家正在这次过程当中，那是对哪一场？在本垒直接传一垒，对，直接抓到，因为那个打击者三振以后他直接跪着，然后直接传一垒，那球太帅太神了那球。对美国队那一场了，对，那球太神。这种只有在台湾捕手看不到，是美式捕手。对啊，你也知道哈，我们蹲捕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美式蹲法是右脚会贴到地上，你脚的球先哈，接到球的时候 cancel cross， 我现在讲一些术语了哈，你 cancel 就牵制一垒的时候，第一个他的左边是看球进来，右边是看一垒的跑者，看你跑到多远。那个烂哪里啊？烂哪里去快旋哈，有个撒印，一般来讲会做撒印，要包括投手要不要 take。这时候有时候投手会投的比较让他好投一点，但是偏偏是左打者，他蹲着传 fast ball 蹲着传一垒嘞。那个动作我们吓一跳，说哎呀，这个是美国职棒。我讲一下，因为维志刚讲那是左打者，你知道对捕手那个难处，对，这个人是站在我这边，对，然后我一个眼睛要看着，然后我要看投手，然后我眼睛瞄着那个人，然后这个人挡在我这里，对，所以他要一只脚侧过去以后，你想想看一垒离垒他能跑多远？但他就是能够直接传去以后，让那个人来不及回去，所以那球太神了。所以这个当然对整个士气，我跟各位报告一下，棒球是一个蝴蝶效应很严重的事情。蝴蝶效应严重到什么？一个 play， 我们好了，那个杨基跟道奇不是刚打完，一个投手没有补位啊，哇，丢也用逆转，第5场图奥多湖贝是弯垒，对，都靠你无去到一垒，那个。Rizzo 他妈蛋，2个等到老半天，结果被那个 Rookie Base 上了一垒，后边带几都蛮盖啊，逆转了。打到最后，连法官连这么容易接的球，好了，讲恶心一点，对，叫我们上去大概都接到了。连这么容易接的球，好了，讲恶心一点，对，叫我们上去大概都接到了。那种球他会漏掉，所以我就没办法想象。所以说，棒球的一个蝴蝶效应，在我们棒球里面是所有的事情里面，为什么要换投手？为什么要换打者？只要有一丝毫的一丁点不对，总教练就要换。所以这次里面，我们感觉到说，我们的球员，我刚才讲预赛到决赛，每个全员皆兵。以前我们国手是讲，不管是26人制、28个人制，5人去比赛是当观光客呢，去帮忙什么买宵夜的啦，买烟的啦。没有比赛，没有下场。我们的国手很怪，教练你敢选进来，不敢用。这次13个，我说那个陈柏青跟庄希燕，如果在过去那种 old school 的教练团，你怕戏的不可能就被国家队啦。我刚刚是讲，我觉得在过程当中，尤其对日本那场，陈柏青，我不懂为什么会有人在网络上面，大家还会要讨论讲说不要 no， 我觉得陈柏青
这个才应该要，当然了，你真的要伸个大大的拇指。第一个，本来就不该轮他先发。对。第二个，在那个场合之下，你去先发，我讲白一点，我一直在想一个场合啦，就像打仗一样啦。那个，因为那场比赛本来就没有寄望你要干什么，但这场一定要打。对。然后把重兵都摆在后面，就像一个部队要转进的时候，就留下一支部队。你在这个地方就给我死守在这。你知道陈柏惟上去，我觉得为什么他不管打，你说被打3分几分，你都该要给他大大的掌声鼓励啊！他临危受命，在那个地方撑到这，这有什么不好？而且那场凭良讲是打破了大家对我们台湾队有一个印象。大家有没有记得？你永远都记得一件事：我们领先1分的时候，你的心一直咚咚咚咚，因为你觉得到最后一定会守不住，打回去，剧场会上。当人家赢1分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就刚才维志讲的蝴蝶效应，人家赢1分，你永远觉得我们追不到那1分，但这次不一样，就算礼拜6那一场吧，我们还是一路追啊，还是一路追啊。我觉得那个比赛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解释一下哈，为什么那天换陈柏惟哈？因为中午比赛，我们的美国爸爸帮我们击败 TQB， 我们进了决赛之后。对。那因为那个 WBC 规定说，你预告既然是林立敏的话，那你要换投手，你不能够换右投，因为我一般是这样，我的打序来讲，你是左投手，我一定是派尽量的是右打者，甚至派锯齿打线，左右。那你要换，整个换左投，结果这个陈柏惟全力天才，他中0日他没有休息，这个选手他担下来的，所以大家对唔甘哈，就是说。因为林立敏在亚利桑那小组有讲，我们最高一场只能够投85颗球，而且跟你们中华队讲过了，林立敏只能够投预赛1场、决赛1场。结果很多人讲说啊，你就干脆礼拜6让他投一个人次吧。拍谁啊？投一个人次他就下来了，他的礼拜天他也不能投，他就不能投。记住这个规则。所以这个陈柏惟上来之后，我们刚刚小哥讲的0比4之后，我们追到3比4。对，过去如果日本队第一局哦，看干呢，大概对陈柏惟讲屌干呢，各位说明的该讲。棒球台上1分钟，台下比10几年功，一辈子的功。他是南投鹿谷乡人，他是中兴高中，这是郭台铭捐的那个棒球场的那个场地。他高中是读南华大学，他总教叫蔡仲南，蔡仲南，他差一点点也进步了。他跟那个张振宇2个3垒手，2个是因为有味全加进来，有这个台钢雄一加进来，这几个好手才不会沦落工地当工人呢。要不然的话，他们就会讲说，我哪不怕帮给，我能做什么？我连去弄个 Uber。我都觉得很麻烦，做钢一钢都赚几百块呢，对吧？所以说这一球很珍惜。我特别讲到这一张了哈，我们这次的国家队每一个人可以拿到1100万以上奖金。跟各位报告一下，感谢国光1等2级，1等1级是奥运的金牌嘛，1等2级银牌算起，所以我们保底本来就500万嘛。那天我们球员为什么在东京巨蛋饭店兴奋到不行？开玩笑，美国爸爸已经把我们打的那个，就是我300变500，对，300变500还要用抢的啊，对吗？对啊，300还不一定打得到哦。我跟你讲，因为你要如果举个例，如果我那来赢美国，我们是跟美国争季军的，对，你认为美国越打越好，你敢一定赢啊？搞不好连那个300都没有呢。1来1往哇这，好，再加上估装重量懂1毛，这是9月份的讲过一句话，让大家有一点点。讨论呐，说中职的打击怎么样？你讲黑不是我讲的，不是我讲的，我加码，中了懂，你愿意加码就给你感谢，7000万再加上这次大会冠军150万，啊亚军75万嘛，给起来讲1100万。我举这次的1垒手最后接到的朱哥，月薪75万，月薪75万，年薪升足管的啦。对啊，然后一年才被高8万嘛，一年啊你被高8万，一盖就这般的丢啊。而且里面还有20-30万选手，20-30万大概我们部长级的薪水，拍谁？部长级薪水你一年马上3-400万，你这本铁被3倍啊呢。所以以后这个诱因很重要，哈。什么诱因？以后不会有人推迟国家代表队的征召，因为这里面名跟利都会有。最重要是说，我们愿意花这个钱。我就说，这个钱花在刀口上，我们愿意花给这种选手加码都没问题，怎么会给那些贪官呢？维志刚刚说美国是台湾爸爸，其实从棒球来讲，美国是台湾阿公全世界棒球哪里发展的？美国嘛，然后传到日本吧，然后日本后来在这个日治时期传到台湾，就这次刚好美国变第3名，日本变第2名，美国爸爸照顾我们这3个州了，结果台湾变第1名。那你看 AIT 他也讲了，他说啊，美国终于拿到季军了。我觉得他发这个文呢，其实心里面蛮悲哀的啦。我们是棒球的发源地，结果我们变第3名，台湾变第1名。那 AIT 还讲，他说，这个恭喜啊，台湾跟日本共同，我觉得这是很珍贵，是什么？是因为
台湾、日本、美国虽然互相竞争，可是大家彼此互相欣赏、互相合作。刚刚讲过，他打败委内瑞拉，美国讲什么？美国赢了，不客气啊！这都非常清楚了哈。但是，而且我们在场外，不管是台湾跟日本的球迷，大家非常和谐。我觉得最难过的是中国在那边考试台湾呐，中国讲了，12强啊，中国人可以好好打棒球了啊，台湾在这个地方还在吃台湾豆腐啊。我觉得为什么中国台北队不过还讲中国台湾队、中国台北队哦？那为什么中国很多这个文章？因为上个礼拜2，中国跟日本在厦门举行足球赛，那个是世界杯足球赛的这个亚洲区的这个资格赛。中国输了给日本1-3，结果中国这个观众啊，现场有一个人穿着他在进场前穿着这个日本队的球衣，结果全部民众把他抓围起来，说汉奸汉奸。人家是日本人日本侨民为什么不能穿日本队的这个球衣？结果后来中国的公安把这个穿日本球衣的人拉到旁边，硬把他衣服脱起来。你就看说那个中日之间那个球迷之间互相的对立。然后中国他们因为输了嘛，他们其实上次9月5号竟然0-7输给日本。然后我们看这一次是1-3输，他们内心不满嘛，不满之后，他们觉得台湾棒球赢了。虽然我们知道中国根本不重视棒球，他们重视足球嘛，可是他们认为台湾赢了，他们就来吃台湾豆腐。所以我就看起来为什么台湾人对于中国这一次这种行为，大家非常的生气嘛，非常的愤怒嘛。那我不要讲，就是说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很多人，特别是我讲什么叫中国台北队？我们这一次的球员里面，28个球员有13个是原住民呢。原住民跟你中国什么关系？原住民是南岛语系，也从东南，所以跟你有什么关系嘛？中国还硬要来蹭那个潘杰凯不是受访时候，他说我是来自台湾，结果很多人说你怎么不说你是中华队？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再讲，对啊，这个没有什么好分，没有什么好分的嘛。所以我真的觉得，其实礼拜6我们其实输给日本，其实我觉得台湾人都大部分认为说礼拜天要赢真的有困难，当然很多人都认为说啊。就拿第2名也不错嘛，对不对？何况我们知道日本是连续27次，是啊，这个中断他27胜，对，27次他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所谓的3大的这个成棒，他都是冠军，而且这一次的这个12强，日本是一场都没输怎么可能输给台湾？你讲到这一点，有人在网络上面就会讲说啊，这个赛制啊，就是为什么输3场，我们输3场嘛，他要讲为什么输了3场的人。然后输1场、2场、3场。我们在预赛输日本1场嘛，要输然后结果后来拿冠军，日本只输了1场，对，然后竟然拿了亚军。不是，那他赛制就是这样啊，又不是超级循环就是这个样啊，就是我们冠军就前2名打，我就是打赢了，那就表示什么？我就是有这个实力可以打，不行吗？他就是这样，而且。礼拜6那场，平心而论到底是不是大家精锐进出？对，维持大家看得很清楚嘛。那场大家消化好了，讲白一点，就消化比赛过场嘛，大家都是这个样嘛。他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哦。刚刚讲到潘杰凯，对，我没有记错是他吧 ？Keno， 对 ，Keno 那部电影10年前对，如果你去，我不知道观众你有没有看，我相信最近大概应该电视台会把 Keno 再拿出来播。你看 Keno 那部电影，你就会知道台湾在那个时候。那个孩子去打棒球的那个过程，尤其你看到最热血的最后那一步，投到手握着球的时候，手在滴血。是，当手在滴血，你就是不愿意下来，因为你觉得我可以投完这球。你知道那个过程，你就会觉得一路打，而且是到日本象征最高的甲子园那个地方去为了争冠。你不管那个时候的背景，你光看孩子打球的那个奋斗的那个过程，你就会为他感动。那过程刚讲到有很多，这次大家都会讨论的。有一个人，像譬如陈杰宪，大家就刚才维志有这边介绍，为什么他那个巴打可以把球夯出全垒打墙外？你如果有打球的人，你就知道那个有多难。但是还有一个人叫小可爱任俊，他现在叫小可怕，对，因为他讲他从小可爱现在变成小可怕。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他不止手游击让你放心，而且他只要很奇怪，他的个头这样，但他只要一站上去，你就突然觉得这一棒会安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后来看到只要他站上去，我就觉得，而他真的他的安打率也很高啊。我觉得姜昆宇其实最特别是，我们都在场外看球，每个都会幻想，我一刚往我可以洗，我被安装。他真的是这样。2013年的时候，经典赛他在外野看球。现在他上去，你刚刚讲他打击率很好，24个打数，7支安打，2垒、3垒全垒打全部各1支。那对美国队那一战更不用讲，3分打他打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其实你看这些球员背后的故事，比如说刚刚讲陈杰宪，日本人为什么喜欢他？
你知道他被封为在这一次球赛里面最有礼貌的球员，因为他过去在日本打球，对，那他也会讲日文，对，他每次打球之前，他上去一定跟主审先敬礼，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看到这种背后的故事。其实我那天看球赛，我想真的，我的心情起伏在哪个时候拉到最高点？你知道，7局。因为第7局的时候，就刚刚讲到潘杰凯的那一个，我们那时候2-3垒是有人，林立跟这个陈晨威嘛。结果那 K 出去的时候，你知道第一时间哦，因为他那时候滑垒扑过去，对不对？第一时间主审是判 safe， 而且那个时候3垒的陈晨威是冲回来本垒，safe 就变5-0。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先听的，因为我是看手机。那手机基本上比电视会晚一点点，所以我是先听到旁边餐厅先欢呼，我想说发生什么事，我在看手机发现是5-0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那个心上来，日本在那时候提出挑战，提出挑战，后来主审是判说出局嘛，对，可是也因为这样，刚刚提到潘杰凯因为这样受伤，换一个人上去，就是刚刚提到的朱玉贤，所以你要朱玉贤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有些人呐，我也老实讲啊，就是大家就是看表现在评论嘛啊，有一些网友对于他是有些意见的。为什么？他那个这一次的比赛里面，19个打数，2支安打，5次3振，打击率多少？0.105。有些人觉得说他就是打击没有很好，我也必须讲哦，有些网络上是这样讲。可是你没有想到是他代替潘杰凯上去之后，最后的那一个。我讲实话，当下有多少人反应过来？最后的那一球就直接 K 过去，就他在那边一个转身过去，你没有平常的训练做不到这样。我必须讲，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比赛，其实我看很多后面的那些访问哦，其实我觉得会感动的，其实是在后面的那一段，就是因为你得到奖牌的时候，得到奖杯的时候，大家是激动，当然。可是我真的觉得后来看到的感动是包含刚刚提到陈杰宪，对不对？到处喊我老婆在哪里，你知道吗？这个是江国豪。江国豪呢，在他自己的这个脆上面，谢谢老婆帮我缝奖牌。江国豪呢，在他自己的这个脆上面，谢谢老婆帮我缝奖牌。5万多人下去按赞，你知道吗？就大家看到这一些，真的会觉得感动。而且因为刚刚提到说王建民啊，你知道就是赛后其实有记者去访问，其实王建民的那一段话是让我真正很有感觉的。因为大家有些以前都会觉得说，哇，教练就厉害，教练就搞王建民那一天接受访问的时候，他的访问话非常少。他说都是这些年轻球员的功劳，现在是他们的时代。你想想看，王建民连续2年19胜，在大联盟19胜的投手，然后现在是主要当投手教练，在他对了，包括他投手教练，然后你说恰恰彭正明是打击教练，他是刘鹏教练，对，所有的这些过程。你很难想象一个连续2年在大联盟19胜的人，然后是这么谦虚的告诉你说都是这些孩子的功劳。对，而且对他们来说，我平常讲，对大部分打棒球人来说，王建民几乎是个神的存在，那种感觉。不是只有在台湾哦，连续2年在大联盟你要拿19胜，要不是他那时候因为跑垒伤了脚，一路上那样。要不然的话，你告诉我，对王建民这多少人？但是这一次大家看到教练就是教练，把所有的光荣给所有的在前面发光发热的孩子，你很难想象这个过程当中的传承。这是日本的媒体哈，因为菅名望哈，这个王建民在日本的知名度非常高。因为他当时在洋基队的时候，松井秀喜是手肘外野，对，马祖宇跟松坂大辅这2个都拿起键盘大谷翔平休翔嘛，所以王建民在日本说，包括东京读卖巨人队的菅野。那个王牌投手，现在明年要到大联盟的，他们好几个媒体都想要访问王建民。王建民表示说，这是主角，不是我们。这主角是我们的年轻的一代，所以他很客气。你知道日本哈，他们的神拜口嗨，就是说学长学弟制的那种尊重。对，你刚才讲了说敬礼，其实跟少棒都是爱搞，给你爱搞裁判啊下子这个动作，大谷翔平到美国引起革命，上了1垒跟1垒的主审1垒审打个招呼，2垒审打个招呼。我就不能再搞那一手刚好连那个裁判都不好意思，就跟那个好球带要他也不会，他很想从身上拿东西让他签名呐。那王建民到日本去也是一个神的地步，因为大家知道2013年那次王建民对
经在职业生涯的最末段了。没有想到那个6局的压制日本对田中将大，大家为什么印象深刻到现在？就差那一颗球，对，差那个鸟谷进的到2垒到底有没有out也不知道，但是后来追平了，就所有一点点，隔天跟古巴0-14惨电啊！那时候谢长亨当总教练回来，我就跟他讲说。谢董叫狼狈改下去各位，谢天谢地谢长亨嘞所以说大家对过去的印象是说这一批的国手留下了底，彭政闵也是一样啊，高志刚也是一样，他们到在现场哦，他们在现场看到他们的学弟完成他们以前不可能达到梦想，所以我们说，包括他们，我相信回来之后，很多人想找他们谈的。不过以王建民个性哈，因为登一 B 高，他家在美国呢，所以说我觉得说，以看他来讲，我曾经上你们节目讲过王建民当年发生一些事情啊，我们也帮王建民讲话，结果很多人就啊，你们这个大男人主义什么，他没有对不起我们啊，他当年在洋基队的时候，洋基每次比赛秀的是。台湾地图台南郭泓志嘛赶快嘛，所以对王建民这一批球员，他那么的有成就的人，那么的低调，那么客气，哇，这种棒球人我刚不简单呢。不过对，2013年又让大家记起，这几天一直被大家提起了。从2013年卧薪尝胆一直到现在，包括王建民，包括彭政闵，全部都王子复仇吧，能够过把那段当时那个棒球刚讲那个蝴蝶效应，就差那一个好球，对，最后那一棒，然后接下来就一路江河日下，就会变成这样。棒球就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过程。可是这个过程啊，将军。刚讲潘杰凯这些，对，所以好，你说 Canon 啦这些过程，他们也做了一些，还有他们在过程当中，我就来自台湾，我不能讲吗？为什么可以不能讲？这一次大家有发现，我们每一个球员，不管是上垒或是打了安打往回跑，都比一个这个姿势。大家知道这是干什么吗？我们没有名字。美国这边是美国，日本是日本，韩国是韩国，台湾这边是空的。所以他们这是无言的抗议。后来我才知道，我说他是蛮帅的，这是干嘛？我们没有名字，所以我说潘杰凯在这个接受记者访问，他穿了一件台湾，他有先问，对，他说我可不可以穿？可不可以穿？你多悲哀！我们自己国家的球员要穿自己台湾的制服，还要问能不能穿？为什么？被中国欺负到这种程度，你知道吗？如果这一场球中国也进来了，我告诉你，国旗也没有了。台湾也不要想出现了啦。对了，对，大家被虐待，搞不好会被赶出去。对，我告诉你，大家对卓婉婷被赶出去，被虐待久了，大家居然怕了。大家居然怕了。这个恶霸在场里面久了，在国际赛事久，大家居然忘了说我们可以这样做。因为那个恶霸不在。所以我讲，居然还有人去讲潘杰凯说，你这怎么回事啊？你这个台湾怎么回事？所以他的前辈就直接挺他了，陈庸基，他说，我们就原住民啊，我们的祖先几万年就在这边了啦，我们那边多少代了？我们现在说这个土地是台湾，说台湾队有什么问题？我告诉大家，大家真的不要忘了一件事，我们是被人家欺负了这么久，终于有一次可以不要理他了。我们队员这样子比，就是告诉你我们来自台湾，这样有错吗？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鸡飞城市，被打久了就该被揍。你要勇敢的对这种国际恶势力，对这种中国这种恶霸，要跟他说不，我们就是来自台湾，我们就是台湾队。那又怎么样？证明很重要，但是证明需要选手的实力。这一次，我们就用我们的实力，用我们的力量，告诉全世界，我们来自台湾。那个就补一下，我们在日本，我们都很多球员，我们都教他一个日语哈。我们的日语哈，就是看日本成人动作片学来的，学了很多了。就是学什么呢？皆さんは私は台湾人です。中国人ではありません。我是台湾人，我不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到那边就说台湾人ですか？90度7公里。现在日本人很清楚，他已经分辨出你是台湾人，你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在日本大概是切咖啡系，那跟台湾人给你搞得多嘛。所以这是刚刚提到说台日友好到什么程度？其实日本对于这支国家队，坦白讲因为拿冠军拿习惯了有时候冠军拿久了蛮赔啊，他看到我们，他们宁可让台湾拿冠军，也不太想让韩国拿冠军。如果让韩国在东京就拿冠军，我告诉你不然气死，还插旗子，对，真的一定就骄的嘛。但是让你们台湾好不容易，他们也体恤我们嘛。台日友好，以我自己福人社团，第一时间所有福人社团的日本那边都说恭喜恭喜啊！他们说其实你们得到冠军比我们得到冠军，我们比你还高兴因为他说一直你们就差那一点点，每次都差那一点点，虽败犹荣，所以以后不会的。所以我这次很感动，就原因在这里。OK，
但不会，说实话，长期以来大家都觉得我们有恐日症。对，以前是说恐韩症，所以才会有什么好想赢韩国。那后来发现，其实我们对照日本，几乎很难赢。真的，他真的就是这样啊。看一下台日历年职业国际赛对战表，我们一路从2003年一路输到2024年之前的比赛，我们都还输，就前一场还输。我们是一直到总冠军赛我们才赢了日本，4-0完封日本。所以已经几十年了，终于在国际3大赛事，我们能够打赢日本，而且是让他得0分，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这过程当中，当然大家都会很高兴来庆贺，不管是台湾队也好，中华队也罢的胜利。那就有一位我们的民党立法委员郭国文，可是我要先说啦，讲钱很俗气啊，但是很实际，对啊，很现实的，讲钱俗气，但很实际。所以郭国文委员他讲了，他希望古董啊，本来从这个7000万的奖金啊，能够加码奖金到1亿啊。但是他这个文出来之后，被民众骂翻了，觉得好像你情绪勒索这个古董啊。但是我要说，第一个啦，我相信郭国文委员没有恶意啦，说实话，因为毕竟对于很多选手而言，除了荣耀之外，你还是必须要照顾他的生活。由于大家知道，运动员的生涯是短暂的，所以利用这一次，让大家除了看到台湾，除了看到我们选手这么厉害之外，也要能够照顾到我们的选手，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只是这一次给了这么高金额的奖励金，我反而认为，包括之后赖政府或者民间企业能够投入更多的资源，不只照顾棒球，是照顾所有在台湾的运动选手。因为棒球选手在台湾已经算是薪水相当高的，这事实啊。其他有更多更辛苦、默默无名的中华健儿，才是我们真的应该要去努力跟帮忙他们的一个方向。所以对郭国文委员，他讲的是希望这古董加码到1亿啦。当然被别人骂很凶，可是我认为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选手能够有更好的福利，以更好的未来。那我也期待接下来不只是我们的国球、棒球能够在世界发光发热，而是希望所有台湾、所有我们中华健儿都能够在世界体坛，在全世界发光发热，因为那不只是让人家看到台湾，更是让我们台湾、让我们的中华队能够迈向国际非常重要的一步。OK， 昨天热血的那一幕，我相信所有台湾人的心都在一起。那不管好了，我不管你要叫他中华队、叫台湾队，你要叫什么样一名，我们都是这块土地上面，大家都是在因为那颗棒球，大家被稳稳的团结在那一颗球之下。那昨天那个热血内幕，当然接下来明天呢会有英雄谷的游行，然后英雄谷游行完以后，今天晚上那观众们你也看到了，就是我们有 F16，他们英雄归国的时候 F16伴飞，然后明天有英雄谷的游行。那游行呢，这些希望只是我们所有棒球荣耀开始的这一刻，接下来那世世代代都能够往下，但希望是全民，包括所有的企业，大家一起共同的支持。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以后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新闻面对面现场。好，那棒球得了世界冠军，那这个欢乐，我相信对全国所有的观众朋友来讲的话，那希望能够一直这样下去，好不好？那未来我们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比赛，除了给球员像这样一些鼓励以外，也希望能够再创佳绩。OK， 一路往上打。那当然，你说欢乐气氛，那大家可以欢乐，但是对整个国内政坛来讲的话，该检讨的、该注意的。那因为这难道大家就轻容吗？当然不行，尤其是如果因为有人命的关系的话，那更不可以轻轻的放过。譬如说，好，劳动部这整件事情，当劳动部长很快，劳动部长换了洪申翰，然后包括王一川去接不分区，可是洪申翰上来以后，那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要为这件事情跟全国道歉。但是我每次在节目里面都讲，道歉能够把一条年轻的生命能够挽回来吗？道歉能够让他的妈妈在那边悲伤的哭喊的时候，能够让他看到他的孩子吗？好，整件事情真相是什么？家属要的公道又是什么？当赖清德总统在2度公开道歉的时候也讲严办严惩，那要还给家属公道。冠廷，好，第一个还给家属公道，怎么还给家属公道？谢宜荣上礼拜的道歉片看了吧？看了，看完以后。不拍还好，拍完以后全国炸锅。对，然后炸锅以后，接下来呢，我就讲家属的公道呢。好，首先先第一个讲哦，谢宜荣这个道歉的影片是大负分。好，大家看一下这个画面哦，就是谢宜荣，你身为一个直属的长官，你本来就应该担负相关责任。首先第一个，你神隐了半天之后，最后勉为其难的发了一个影片给大家。
然后在这边哽咽讲说啊这个事情也不是希望发生，可是呢，眼见的网友发现，因为他上传的影片是1080p 高画质，所以看得到有没有流眼泪，用心的记了几秒钟，最后没有眼泪，就是你是在危机处理嘛？为什么？因为对于谢宜农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叫做保住他公务员的资格。被记了2大过之后，没有任何首长可以直接说免职，免职要送到人事惩戒委员会。而现在的他这一些所作所为，以及有没有悔意，都会影响到人事惩戒委员会最后对于他公务人员权益的保障。再来第二个，为什么大家会炸锅？因为谢宜农实际上你第一时间的道歉是没有诚意的嘛？你第一时间怎么会有人这样道歉？我卓耀廷今天做错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道歉啊！拍谁？昨天失言，一手道歉，另外一手发律师函，对，这就是他干的事情嘛。跟大家讲说，哎，没错，我确实有管理不好，然后呢，有对于同仁啊那个态度不佳，有让大家超时加班。前半段承认你是一个烂长官，承认完了之后，下半段跟大家讲，可是这位吴姓公务员过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并不是我直接造成的。然后发律师函给大家，然后澄清了一堆媒体写什么，全部都澄清。所以老实讲，这是第一个，就是说谢宜农他的问题很大。第二个，当然现在大家就讲你凭什么这么大？说实话，这事情我们也大家少吹牛。这个事情是人民想知道的。一个11职等的中高阶的公务员当一个分署长，你有什么权利敢总统道歉、院长道歉、部长下台？你的态度还如此高傲，所以大家会说你背后底气在哪？底气在哪？我今天跟大家讲，我新北市议员，我也兼民进党发言人，我管你后来是谁。我们现在部长换人了，这个事情就是查到底，没得含扣，我们的态度就如此。查到底分2层次嘛，第一个这个案情当时是怎么发生的，是不是真的如同行政报告所讲的这样，全部重查嘛？这案子移送监察院，移送检方，重新把它查清楚。所有外界现在质疑的疑点全部查清楚，这第一点。第二点，劳动部说真的，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我一直认为说，中央部会很多的3级单位，就是我个人也是从无论是当记者，然后到现在到当助理，然后后来当民意代表。我们的3级单位很多是官不大，可是权力非常大。那老实讲，跟中央的长官或者是任命的负全责的政务官之间，中间的那个 gap 有没有办法把它补起来？我觉得就要看洪申翰。所以洪申翰当这个部长，我们所有的朋友，老实讲，或者是战友，我们的讲法，包括洪申翰本人，都告诉大家说，不要给他恭喜。他这个是责任的，所以我们的态度就是给他加油，然后你好好给我查清楚。那包含左荣泰院长也出来了，就是出来跟大家讲说，他对于洪申翰部长上任之后，他认为他希望做的事情，讲白了就是改革跟调查嘛。那这2个事情，今天他上任就是等着他好好做。那给他一点时间，那最后做的好或不好，社会会有公断。我觉得我的态度也是如此啦，全民的态度一定是如此。死了一条人命，一条人命离开了人世，每一个人都是人生父母养的，然后尤其又是劳动部，何其讽刺啊！全台湾最应该了解劳动政策跟保障劳工权益的单位就劳动部，那发生了这状况，好好的把它查清楚，然后还给死者公道。不过有没有听到刚才冠廷有特别讲，他是新北市议员，同时也是民进党的发言人，那告诉他没有任何可以暗砍的，没有任何人告诉你底气是什么，你再强的底气，背景再硬，就是查到底。他讲说，其实洪申翰上去真的没有值得恭喜的，这是一条人命换出来的代价。所以吴峥讲了一个那个什么王一川什么抢救王一川成功，被大家骂到破头，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整件事情，当态度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就表示这件事情赖清德总统第2次出来是公开道歉的时候，一定就可以做到还家属一个公道。我觉得很难吧？冠廷讲得非常好，我觉得本来就是没有管蓝绿白，好好查到底。是，但是我请问各位，要是没有发生那位吴姓公务员离世的事件，这个事情爆发得了吗？一定爆发不了，继续暗砍下去嘛。因为现在劳动部现在最大的问题已经不是个人问题啊，变团体问题啊，是有共犯结构，大家互相包庇来包庇去，官官相卫耶。如果不是一个用以死来明鉴，这些官继续把这事情暗砍在里面嘛。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当然啦，赖总统出来道歉，卓荣泰院长出来道歉，这基本的。会道歉原因，我个人认为只有一个，就是内部应该有发现。舆论跟民意受不了了，因为这个真的太夸张，谢宜农态度真的是嚣张到太离谱了啦。赖清德总统、卓荣泰院长都亲自出来道歉了，谢宜农本人呢，我好像还是没有看到他录那个影。我讲真的失败，为什么？演技实在太差了。你真的想演，你也演好一点嘛？不晓得你出来拍那片干嘛用的？整个状况非常的糟糕，凸显了一种现在可能是官场上一个
很不好的文化，就是向上管理的文化，不是向下管理，是向上管理。每一位都是上善若水的高手啊，对长官都非常客气啊，跟水一样柔软啊。对属下呢，不是用言辞批评，就是霸凌他们、咆哮他们。整个过程当中，谢宜容就不用讲了，之前讲过非常多次，不管是他任内走了多少人，还是他做了多少一些攻击下属、批评下属的事情，甚至到现在还不承认有霸凌的情况。但问题是，谢宜容这种嚣张跋扈的态度是怎么造成的？是谁宠出来的吗？一定是嘛。他有一句民进党立委林淑芬委员他讲的话了，宠谢宜容的是谁？第一个，谢的直属长官蔡孟良。劳发署署长，第一个，在第二个就是与谢宜容交情很好的次长许传胜，再来最厉害的就是与谢宜容交情很好的部长许明春，这三个官一个比一个大，然后平常没事呢就大家在一起吃吃喝喝，一起玩乐，好像跟当兵一样，交情特别好。大家知道当兵的交情很好，为什么？因为一起受苦，一起受难，一起快乐嘛。现在把劳动部当成跟军营一样啊，大家非常高兴出去玩。出了事情，当然互相有人知道没有问题嘛。但问题是，这些人这些高官里面，最基本都11职等嘛以上了嘛。请问一下，除了谢宜容之外，其他有没有问题？蔡孟良我也讲过，上个礼拜就讲过了，在他任内离职的人比谢宜容还多啊，100多人啊。他的分署长、副署长直接希望请调到地方去，都不愿意待在中央啊，受不了啊，请调。大家知道，公务员升级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几十年都不一定能够升到所谓的副署长或者是分署长位置，那种主管职基本上能够坐上去，祖上冒青烟，都冒青烟。因为那不只是你能力的问题，还有很多包括有没有跟对人啦，很多政局时事的问题，非常的不容易。他宁可降职到地方，都不想再待在中央。大家就知道多么的严重了。所以蔡孟良状况已经很多了，然后不止蔡孟良状况多，蔡孟良居然也一样会向上管理啊！哎，大家。这一位就是官比蔡孟良更大的那一位，前劳动部部长许明春啊，穿得很漂亮啊。他不是参加什么慈善晚会啊，他参加的是什么？他参加的是由就业安定基金的费用来举办的一场演唱会啊。举办演唱会不是问题，要犒劳或者是我们整个的活动或整个劳工要鼓励他们 OK。但这场演唱会里面，许明春部长不止穿得很漂亮，他一个人上台唱了30-40分钟啊，还把了花妈陈菊的叫上去啊，一起共襄盛举啊。然后这也就算了，最好笑的是他的办公室主任还强迫台下的公务人员啊要拿手机点灯啊，然后吹哨鼓掌助兴啊，好像是许明春开个人演唱会啊，有没有搞错啊？拿公务人员钱，拿公帑来做拍捧私人马屁的事情，甚至不止这位啊，还有另外一位局外人啊，陈菊，不晓得他们到底有没有特殊的关系，我不知道。但很明显的，这些事情是非常的不恰当，甚至还传出许明春劳动部长他的办公室啊有厨房，平时可以开火。最好笑的是还蛮高级的，喜欢喝香槟啊，喝的多到隔天让清洁人员来现场捡酒瓶啊。这些事情老讲。整个劳动部里面，我相信几乎已经人尽皆知了啦，因为不是几个月、几年时间，2年多的时间了。我之前讲过，连台北市劳动局都知道状况有多差，但到现在呢，要不是因为有一位公务人员离世了，这事情到现在没有人敢讲。劳动部里面不处理，我刚才讲过了，人事总处也不处理。要知道，处理公务人员是谁的责任？人事总处的责任啊。请问一下，到现在他没有发表过任何一个看法跟做法吗？没有，到现在谢宜容会不会真的被取消公务人员资格，都还不知道哎，这事情真的是慌张到离谱啊！那当然啦，你说劳动部长离职了，接下来换谁上？换这个洪申翰委员上。我个人先说，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洪申翰委员的学历够不够等等，我觉得那不是重点，因为有能力的人，我不认为学历是唯一的这个衡量的一个标准。但问题是，洪申翰委员他之前有讲过一个问题啊。他说他早就知道谢宜容的鬼故事啊，他说自己讲的哦，但是他却没有任何明显的作为，他是不是也是共犯的一员呢？因为他知道了没有去讲，而让这种人现在临时来当劳动部部长，他能够真的把这个霸凌案子处理好吗？能够真的还给家属跟受害者一个公道吗？我个人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但问题是那些祝福王一川能够现在当不分区立委的人。
我觉得我能够理解，因为你们是他的朋友。但你必须要搞清楚，他能够当上立法委员的原因是什么啊？是因为有人命的损失，所以王一川才有办法替补上民进党的不分区委员呐。你搞了很多人去恭喜他、祝福他，还说什么终于抢救王一川大兵成功，这话真的叫荒谬啊！把丧事用喜办啊，好像觉得没有人离世的问题，只有王一川终于能够得到大家的期望，当到立法委员的位置。这个整个事情，我觉得是荒腔走板的，本末倒置。所以对我而言，王一川能够当立法委员，我祝福他，也希望他未来能够有很好的发挥。但是对于那些祝福、恭喜、高兴过头的人，我觉得你真的要注意，因为你讲的话对于一般民众观感而言是非常差的。博弈的看法我很多不认同，但我尊重啊。就是说，本来每个人进厨房就不要怕热。王一川你要当这个立委，就要该被骂、该被称赞，就是你要承担的。洪承仁当部长，不会有人说哇这部长好棒，没有，大家监督你。所以我尊重博弈的看法，但我几个事情讲一下哦。我的态度一直就是不要给王一川恭喜，要给他加油。王一川的担子很重啊。这单子重在哪里？第一个，当然在立法院里面蓝白的乱象，大家看到嘛。那王一川他进去之后能够拨乱反正，他有足够的声量、足够论述能力、足够的口才、足够的学养，我认为他当然是一个注意对于蓝白现在在立法院恶搞的状况。第二个，博弈讲的我认同这一部分，就是你这一个立法委员是因为劳动部这个憾事发生，而申汉补到部长，而你去当了这个立委，所以你当然要更正正经经。第二个，博弈讲的我认同这一部分，就是你这一个立法委员是因为劳动部这个憾事发生，而申汉补到部长，而你去当了这个立委，所以你当然要更正正经经。重点是因为吴峥又多说了。他说了恭喜那个一川啊什么什么，就是这一段出来就被拿来当做打假除怪，然后抢救王一川成功。我觉得这话多余了，因为这种就不需要。我理解了，就大家的批评，我觉得大家都能够写得更好、更开心。但是我要讲的是我们的整体的态度，我认为我们整党大部分的人态度，而且真的内心深处就是王一川道长要好好做。我们没有说什么恭喜啊等等的。OK， 但慧珍，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谢宜容？我在节目讲过，当一个单位出现很遗憾的人命这样的事的时候，身为主管告别式是不是应该去？对，谢宜容没有去。对，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李宇翔是民党这次揭发这整个案子的那新北市议员，他讲说他有去告别式。对，他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一定要弄出来？是因为他在现场看到他妈妈，哭天喊地、撕心裂肺的在那边喊他的乖儿子为什么会这样。他决定要把这弄出来。谢宜容如果到现场能看吗？那个场合，他听到这个东西不心虚吗？这所有状况，我不管你是不是直接原因，但那整体的氛围所造成的结果，最后看到的是一个年轻的生命走掉。然后结果媒体上报道，第一个刚刚讲说大家要把这件事情要不要查清楚。吕宇翔说他2月份的时候，他不就是跟次长讲了这件事，现在有人出来倒过来讲说，那一定是那个次长。因为他的太太也是新北市议员，袁维慈是不是他太太？他透过他太太把资料给李宇翔，再叫李宇翔回头来报。然后甚或还有爆料人讲说，那个吹哨者说现在还在查泄密，就那个过程当中，他们一直觉得那个心情还在查泄密。甚或后来媒体讲说，整件事情当已经在媒体上面讨论成这样之后，还有在查说好，包括要不要在媒体上洗风向，要不要带着一路往下走，这什么道理啊？现在还要这样干吗？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整个案子为什么会烧起，应该是说，我认为哦，不分颜色，不论绿蓝或者是白，我觉得当然会，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变成大家的公愤？因为你生前霸凌，死时的处理方式让人家觉得你灭证。最可恶的是，连头七法会这件事情，你都会感觉在打假球。你原本是预定11月11号，也就是第7天，你要在那边办一个法会，什么禁煞法会。但是妙的是，我后来是看那一个有那个就是吹哨者在网络上，我才发现说，天哪，他原本传的那个讯息的对象是给本部的人，所以我们11月11号要办一个这个法会。后来吹哨者说，这个人是在新庄的这个行政大楼走的，你为什么不告知行政大楼的人？你为什么这告知根本不在这个本部？对。
就是你应该是个本部这里的吧？你怎么会告知在另外那边的人？为什么？然后后来莫名其妙的11月11号快接近的时候，又说法师没有空，就要配合法师时间改成11月16号。小虎哥，如果他11月11号真的要办，他应该是要办在，他应该是通知当地那一栋大楼里面的人。显然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要办，他是故意让长官以为我11月11号要办，但事实上没有，因为有的话他就通知里面的人。第二个，他为什么那一天不办？我如果在这里办头七法会，不是昭告天下人是死在这里的吗？他连这个都要隐瞒。11月11号的头七法会没有办，你11月12号就有告别式，就被告别了。你说妈妈呢不哭的撕心裂肺吗？我囝的魂哥还未回来，你就现在基本上那个是你没有办法容忍的。然后改到11月16号。那我就问，这样这个人有圆满吗？这个已经太夸张，这已经踩到我觉得任何一个台湾人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的记者群线，我就是问一下，说到他家的时候，听说只是问一个说，那这个是不是那个家？然后怎么他妈妈整个就崩溃，这代表什么意思？他有一股怨气，他有一股怒气，他想讲出来，但他不敢讲，不敢讲，不敢讲。听说他的小孩有其他小孩好像也是公务人员。现在为什么他妈妈讲一句话，我们斗不过政府，人死2点外，今天6搞接半，人死为大，他是用自缢的方式离开。我不相信有任何一种可能性，你发现到这个情况之下，竟然会先通知叫救护车。现在相关的讯息出来。你会发现7点50分还是55分的时候，警方说他收到讯息，8点11分的时候到现场。现在的报道说到现场时已经看到救护人员在急救 CPR。为什么发现这个状况会有人是先叫救护车，而不是先叫？因为他爸爸说他们在前一天晚上已经没有办法联络上他了。发现大体的人说他是呈现一个僵直的状态。现在媒体报道说没有完全符合什么什么死亡的定义。对，我不知道，按照我对于自缢的了解，超过5分钟以上的话，怎么可能会有被救回来的可能性？现在媒体报道说，因为当救护人员所接获的讯息是家属一定要救，家属不在现场。据说是有人转述，那我就问，那你怎么知道这个转述的人是真的有通知到家属？还是他假传圣旨？这个可以查。那我想，因为这几天大家还在讲说，好，谢荣还记得吗？他就是讲说家属还对他们的信任，他发的律师函还是什么，那里面有讲到，那大家有很多东西过程，包括刚才慧珍讲的这一段，他的意思就是讲说，你们大家都是以讹传讹，误解掉这些，因为他们家属对也污蔑了家属对于谢荣他们这些长官的信任，他们处理这些，感觉上好像家属是对他们非常的信任，很感谢他们在处理这些的感觉。发生这种事，一定第一件事情是通知家属到现场。他什么时候通知家属的？家属是直接到医院去。好，那我现在就问，你说你有急救，你送到医院，那照理说，如果是你救不回来的情况之下，死亡证明谁开？医院开啊。为什么这个死亡证明是第二天11月5号，检察官下午2点10分才到医院去开？医院不开代表什么意思？人不是在我这里死掉的。当场人已经过往了，那一边叫做什么？叫命案现场，叫刑事犯罪的命案现场。警察有去封吗？检察官有到现场去相验吗？我就问，谁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被自杀的？当然，这个是我们不是影射任何人，可是我的意思是，他已经违反了所有我们认为可能的一个处理的方式。不理解啊，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可是慧珍，你讲这段，照理来说，新北消防局跟警察局不需要帮他去。因为我媒体上面讲，新北消防跟警察局有讲说，他们也是照规矩处理，到那个地方去以后，然后看到什么状况，对不对？对啊，我要这样讲啦，就是照理讲，我应该要一起修理啦，然后一起把它卖下去。前几天在另外一个节目，我稍微讲一下我了解的流程，然后就被那个网友骂说我在帮那个对方新北市政府讲话，这不可能。但我稍微我试着持平讲一下哦。
这主要是因为2021年的时候，新竹有发生过一个案例啦。新竹2021年的时候，当时有发现一个，就是现场消防员判断现场明显死亡，就是惠贞姐讲已经明显死亡，然后认为就是不送医，然后结果后来是葬仪社到现场之后，突然呼吸心跳跳出来，就简单讲，这个几率非常非常低，就是欧卡。现在几件事情我讲一下，我就有多少事实讲多少话。我们几个新北市议员也都认真的去跟消防局想了解整个真相，因为现在大家有质疑嘛，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到底他讲白了就到底死了没啦？然后就为什么你不盖白布？为什么要用那个？就是那我现在只讲原则，我没有要帮任何人讲说，我认为真相检方最后要查清楚，跟大家公道。但我现在讲原则，原则到现场只有2种解法，一种解法就是认为已经明显死亡，明显死亡就是叫检察官到现场去验尸，相验，对，这个尸体就要到现场，不能移走。移走，新北消防队只能讲一件事，就是无法判断他是死亡，要继续救。所以现在这是我听到的消息，就是说，听说新北消防局有后来新的流程，就是到现场之后，假如有要送医，会跟家属联络，就是说他停止呼吸心跳了，那你还要不要救？那我听到的消息是说，新北消防局有联络上这个吴男的家属。那吴男家属坚持说，请新北消防局一定要救。但是我也持平讲，因为新北消防局以前也说谎过嘛，恩案啊什么时候，所以我现在就很持平讲，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那我也请外界，我说呢，这个东西就是大家都有判断，可是最后还是要相信最后真相。因为如果是家属认为说还要救，然后送去医院，然后在医院，然后后来急救无效。检察官再到医院去相验也有，就是不能这样子讲说啊，所以是怎么样？所以冠廷跟惠正刚讲的这一段重点就在惠正刚讲，这个是一直让很多人难以接受，就是因为人死为大的这一块。所以这一块你说好，那个调查报告整个不算嘛，现在全部要重弄嘛。对啊，大家就要看所有的调查报告。我强烈建议这样，惠正姐讲这个是外界很多人的质疑，甚至很多人来看法。我讲的这个讲抓定不对啊，流程是怎么样？现在各界说法很多。那我拜托劳动部，无论是你们自己新的行政报告，还是未来检方查清楚整个案子是什么时候死亡的状况，要给大家一个真相啊，不然便各说各话。了解。因为现在媒体报道是说家属没有在现场，确定没有在现场，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新北消防员在急救过程里面怎么可能去找到这个怎么联络上？那到底有没有联络上？还是听所谓在场的一个同事说，好，第二个记不记得还有2封信？他一封信是用手写的，一封信是用打的。有谁会留意说一封信用写的，一封用打的？我自己是觉得蛮奇怪的。那如果是有信，是不是应该马上要交给家属？我觉得他们整个处理的模式有一点超乎我的一个理解。我想我们的有一些过程里面，在这个职场的过程里面，我们也发生过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当你会发现是明显的一个人已经走的情况，一定是叫警察，要保全。但是他们竟然是先叫救护车。那在这种还有记不记得妈妈讲的一句：“人拢死2点外钟啊，你给搞阮这半。”为什么妈妈会说2个多小时？怎么去判断这2个多小时？所以我觉得这整个东西太多的疑点。那太多的疑点在于说，我像我这样的看法，我是记者出身，我以前也跑过司法，我就会认为说，有人不想要这里变成是所谓的命案现场，所以把这一个大体装活运离开这里，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如果当天马上叫警察，这里马上命案现场封，你根本盖不掉。所以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现在要查的是，过去其实我之前也都讲过，在不同地方都讲过，就是说已经霸凌，生前霸凌被纵放，2月份的时候已经知道没有人对他们伸出援手，走了81个人，没有人关心，82个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登出人生。你还有本事把大体给移走？我觉得把大体给移走这一件事情，以及法会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已经踩到台湾人的那个最底线。你还有本事把大体给移走？我觉得把大体给移走这一件事情，以及法会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已经踩到台湾人的那个最底线。我们不敢相信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台湾，然后
回到谢宜容那一天的记者会，连眼泪都没有。你看我自己在讲的这一，我每次讲都快对慧珍讲的那个情绪，你可以感受得出来，那个哽咽的情绪。不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想象，在现在台湾还有这种事，让你说这个人，他当天的一个反应，他有觉得他自己错吗？没有。你也刚刚去克谁？都已经到这个时间了，他到底在克谁什么？我个人认为，因为是整个他是冰山的一角。我觉得他的反应是：你敢查吗？你查下去会动摇国本。你查下去会动摇国本。我觉得他给我的态度上，所以他才会这样有恃无恐。如果不是因为赖清德总统第2次的一个道歉，我相信他到现在根本还不会出来。因为刚才讲到，当礼拜3的时候，一张纸的道歉函出来，后面是5页12点的那个律师函。当律师看到那个律师函，我就跟你讲，他的态度就非常清楚，就是告诉你们所有的人，我就是跟你们宣战。你们大家如果再这样下去，然后我也知道所有的媒体人的反应就是要战就来战，大家不相信不信公理换不回，要战大家就来战。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出来这个态度嘛，要不然的话不会有人是用这样的一些的模式往下这样走。刚才讲的这些点，劳动部的那个调查报告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啊。第一份报告就是引起整个宣锅的另外一个嘛，就是那个目的良善那几个鬼字出来以后就变成这个样。接下来呢，大家就要看洪胜焕上来以后，那个调查报告出来，所有这些疑点是不是都能解开？但任俊坏了，过程当中，律师长讲说他2月份的时候就去跟当时的次长，然后都已经拿了多少封去检举或什么，劳动部政风处从来没收过这些报告，是到底是什么？大家皇城之内一片祥和的意思就对了。我今天早上有跟这个劳动部的政风室的处的官员通到电话，那他可以跟我证实，就是说这一段时间里面，他的政风处没有接获到任何关于谢宜容这些所谓的被外界质疑的这些疑点啊。那当然他们讲法就是说，政风处他管的其实是关于贪渎啊这些东西哦。那至于说谢宜容现在爆发的疑似管理不当啊，或者是说他是不是有这个大家觉得离谱跟荒谬的情势啦，或什么这些说这些因为不在他们的业务范围内啊。那我当时其实也提了一个问题啦，就是说那请告诉我，就是说劳动部的这个劳发署的北分署，你们的政风室的同仁，难道这1年多的时间没有听过任何关于他的这种奇形恶状的一个事情吗？那这个起因是因为他们这个北分署在最近发了一份的这个问卷。那这个问卷是干嘛呢？大家可以看得到，它是针对这个吴姓公务员离世之后呢，他们开始去调查。请问你有没有听过吴姓公务员等跟你抱怨说他的工作内容是怎样啊？你有没有呢？有没有听过这个分署长曾经有对你大声咆哮或是干嘛的或者反正他 anyway 他就几个问卷那这个问卷的最后面就是说呢，叫大家就是不要担心所以要把这个问卷呢放在哪里呢？放在这个劳发署北分署政风室的门口，所以有个回收箱。还怕你这个担心被人家知道，还特别写了一句说，这个本问卷全程保密仅供委员参阅所以我要丢到那个回收箱去啊。当然他们的那我要不要戴着头罩去丢？我跟你讲这个更有趣了。我说为什么要放在这个政风室前面的回收箱呢？他们的说法是这样说这一个问卷是由劳动部的人发的劳动部的长官想要做一个普查去问但因为知道呢，这个北分署到处都有监视器，对啊，不然你们怎么会知道说这个他的打上班时间是打假卡呢？因为刚好政风室的门口没有监视器，所以他们就想到说呢，这个劳动部的长官就想到说把回收箱放到他们政风室的门口但我第一个我的好奇其实是这样就这个问卷是谁发的？老实讲说实话，你说是劳动部的长官发也都 OK 了如果李宇翔手上有150多份，对，他所讲的就是说大家跟他投诉，那你今天还需要再去问卷吗？这1年多的时间里面，你们没有任何人接获说，这个分署长就喊过，这个摸来摸去，你们一份报告都没有，因为现在看起来劳动部说没有记录嘛。政风处说他们没有接过一份是关于谢宜容这样状况，即使同仁有耳闻，因为也不是在他们的业务范围之内。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就当同仁要去反映或是要去投诉或什么的时候，大家会自我判断，这件事应该不归政风处管。这件事可能不是属于贪渎或什么，五哥或者大家会自我审查到这种地步，太官僚了啦，是不是？那我再告诉你，我当时听到了一句话，好不好？因为康先生你可能没有当过公务人员，所以你并不了解我们这个部门职掌的状态。哇，他这样跟你说，是的。哦，劳动部的政风处长吗？我不要讲是谁啊，政风处的人，然后那个建议洪申翰委员那个私下问任俊哥是谁？为什么？我补一句就好，这事情太扯了。是啊，没有，因为依分工来讲是这样，霸凌的事情应该是人事处管，然后呢，那个贪渎案件是那个政风管。可是正常来说是这样，如果今天有陈情案。政风拿到，还是说有任何讯息政风收到，他就转，你要转嘛？而且任俊什么时候打的？我大概记得今天早上大概10点多的时候接到电话。今天哦，没有，我讲一下，因为起因我有质疑啦哈。我说你今天发的这个问卷是你政风室的人在发的嘛？因为你放在政风室的门口嘛。我接到这个时候，其实是他们直接告诉我，就说是政风室的门口在收这一个嘛，所以我有在节目上提出质疑。那我这个其实打电话给我的，他也很客气哦，他主要是要跟我强调说这一个问卷不是他们发的啊，是劳动部的人发的。但其实刚刚冠廷那个问题，我当场也问了。我就说，那请告诉我，就是说，是不是你们不管是政风或谁的人，在这一段时间都没有听过他的这个离谱的情境？是。那即使有听到了，你们是不是也说，因为不是我的业务，所以我也不会跟其他的负责人讲一下说，这个事情要注意哦，不然的话可能会引发我说现在是不是要告诉我这件事？但他一直跟我 focus 的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一块就不是他们发的，然后呢也不是他们这个业务的范围哈，重点是这一个啊。但我就讲事实上我要另外问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这一段时间大家在质疑，就是说他是不是有把这个其他的一些不该应用的费用拿去买礼品嘛包含112年的端午节跟这个中秋节，还有113年的端午节跟中秋节其中有各项的名目都是拿不同的专案的部分然后去做礼品的采购，而且更有趣的是，你知道吗？他都用一个名目来核销，叫做宣导品啊。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如果大家质疑说就业安定基金的话，我就是在宣导就安的这件事情。OK， 可是你的名目，你真正支出就是拿来做端节的礼物啊，你就是做中秋的礼物啊，而且每一年你都还是编列把这些钱拿出来干嘛？你知道做礼盒设计，就每一个还有名片设计、卡片设计，然后礼盒包装外面什么巴拉巴拉一堆的啦那我得到的就是说，对这1年多，他们都没有收到任何关于谢宜龙在钱的部分。所以你说这样的，你告诉我，这是整个系统是完全失灵的。我不相信李宇翔收到这么多，然后结果相关的政风单位从处到市没有收到过一次。讲直话一点，这单位是不是该废了？因为我看不出有任何作用啊。当人家外面都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然后圣货还去告诉次长说你要不要查，要不要约谈。虽然次长约谈完以后也走了，但我不知道有没有因果关系。但结果后来你们这些单位告诉我，你一次都没听到过。OK， 将军，我可以讲一下吗？我认为他讲他们一次都没听到过，我严重怀疑。我先讲没有证据，我严重怀疑是说谎。为什么？我了解，我用比较精确的用语可能有听到。可能有听到，不是他们的业务，但是因为不是政风所管的业务然后呢，也讲的就是说，他们没有正式收到关于北分署他们所送上来的关于谢宜龙的这些离谱的事情。然后呢，也讲的就是说，他们没有正式收到关于北分署他们所送上来的关于谢宜龙的这些离谱的事情。好，那将军，连新加坡媒体现在都已经在讲什么地狱职场、酷吏，所有讲到这些，这会影响到国家形象的问题。当然。而现在看起来的话，刚才所讲的那些，当谢龙在媒体上面来讲，好，你要换一个角度讲刚刚那个问题吧。当他告诉你说首长的领导风格不容置喙。那
因为我们的政风那位各位知道，虽然他会属于廉政署，但还有一个老板就是现在这个首长。那大家听到就当没听到，是这个意思吗？这当然这个所谓的政风处会有这种反应，就是传统公务员的心态。你知道政风处跟医院一样啊，你不要送凤梨给他，你不要送发糕给他。为什么？事情一来就有业务，有业务就有事做，有事做就不能准时下班。所以这是公务员的心态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没事。如果有事，我把你变小事，然后小事就没事做。他政风处都没事啊。你下面单位不要出事嘛，我就没事。长官没有交办，我就不办。下级反映上来，我摸摸头压一压就没事。为什么？谢宜荣何等人？你一个劳动部，我说这个事不要说北分署啊，全劳动部应该都知道。我敢说了，我们国防部陆海空三军这么多。有哪一个军官是狗官？你会不知道？我告诉你，尤其是将官等级的，你是陆海空都一样了。这个是个好官还是个狗官？我告诉你，三军都知道，三军都知道，不会不知道的。我告诉你，好事传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为什么？这家伙哪天调到我这个单位来，我还不拉警报？所以他是个好官还是个烂官，全劳动部不要骗，一定都知道。我告诉大家，大家可以看这一份是叫做。北分署在111次的署务会议啊，这个叫什么？你知道？这个一级主官都要参加，所有北分署的一级主官都要参加，什么科长啊、中心主任啊、职训啊，全部都要来。它里面讲了什么？我告诉你，这真可怕。主席指示，主席是谁？就谢宜荣，就是谢宜荣。主席说我宣达转达署长6月8号署务汇报的事项，就是我转达我的长官蔡孟良他讲的什么？里面1、2不要看，你看这个第2项我画红线的地方，有关机关人事调动，首长领导风格不宜智慧，所属机关首长比照办理。署长的领导风格不会改变，压力只会越来越强，请各单位全力以赴，尤其要求指示事项绝对落实。本年度绝无 KPI， 但是平时表现人纳入考绩依据，绝不相怨。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老娘朝中有人，你们在告啊，你们再告啊，你们告100次、1000次你也告不倒我，为什么？署长挺我，署长挺我，你觉得不够官不够大对？再往上，次长也挺我，再往上，我告诉你，部长也是我的好朋友。你各位，这申诉有用吗？这些会议，这个第111次的分署会议，我请问政风室的主任会不会参加？会参加。看到这个，他敢办吗？他当然不敢办。另外，我要告诉大家新北消防队到了现场，一看有明显迹象已经欧卡了，他还是要问，请问要不要救？这边谁说的决定？你当时是谁代表人说了决定？你出来说我转达家属，你怎么转达？你跟谁联系的？谁跟你联系的？你凭什么授权？另外，我告诉大家，那个要不要急救？你若透过电话问家属，那根本白问。家属说要不要急救？当然要啊！有哪个家属说不要？那你有跟家属说对不起，他现在已经离开了，还要救吗？有没有讲这句话？所以转达的这个人很重要，你还要透过这种所谓的中间转达的温差，来骗取大家对你的同情。你以为我是笨蛋吗？这整件事情如果一路往下，我都不知道上善若水这4个字怎么会拿来用到这种地步。对，水利万物而不争，这是大家在读的时候都是这个样。但范老师，为什么会在这件事情上面被拿来用呢？然后大家把这个弄到向上管理。说实话，你如果真的把这件事情回头去看，大家向上管理真的管理得非常好，碰到上面真的柔的跟水一样。我觉得任何的突发案件呢，我还是想从一个体制的问题去了解它。就任何这种事情会发生，一定是跟它的环境、跟它的制度有关。我觉得台湾的任何部会劳动部是很特别，它有3个特点，一个是衙门冷，第2个是什么？资源多，第3个权力大。什么叫衙门冷？我们很多部会是有专门跑线的人，例如说外交部，对，媒体都有专门跑外交部，例如说国防部，例如说陆委会都有专门跑的人。劳动部是很多人是兼跑的，你知道吧？很多记者是没有专门跑，没有不产新闻嘛，冷衙门嘛，所以我冷衙门嘛。你看这个外交部跟陆委会几乎是每个礼拜开记者会，国防部也是啊，3不5时开记者会，他受到舆论的高度关注，所以劳动部很多媒体根本1年没有什么大事情发生，这个出现个什么问题？
就没有人监督嘛，没有人制衡嘛。OK， 所以没有媒体关注，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啊。但是呢，劳动部的资源很多，我们讲光是劳保局掌握多少的这个劳退基金，还有我们看到什么就业安定基金，我们劳保局多少人投保劳保，你知道吗？台湾1050万人，就台湾一半的人哦，所以他在全台湾有24个办事处，光劳保局哦，所以他的这个资源多不多？吓死人！再来，权力大不大？大，所有的外劳，谁决定 ？OK， 劳动部啊，这种单位很可怕它就是怪兽，它就是个独立王国，水波不进，针插不透，而且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所以劳动部我认为它是个很封闭的。然后外界也很难知道他们的内部，然后媒体也很难监督，可是他权力奇大无比。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单位它可以上下遮盖上下，所以才拿出一个什么目的良善的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OK， 那河北3就照本宣科，就发生这样的一个公关跟危机处理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灾难式的事件。这整件事情，当然你说当赖清德2度道歉，而且第2次道歉的时候，显然是有一点震怒的味道在里头，包括严惩严办，包括还家属公道。那现在看起来新上任的部长洪承汉，那接下来呢，大家要看的是调查报告再出来，是不是能够服得了所有的民心？是不是能够让家属真的感觉到还他们的公道，让他们的孩子能够最起码像他们说的，不要冤枉，不要被人家冤枉这样走 ，OK？ 那到底未来这个结果，这个调查报告到底会怎么样？所有的民众大家都在眼睁睁看。好，那当然你说一开始大家看到对中华队所有的表现，大家都觉得真的是与有荣焉。那接下来呢，希望能够再创佳绩。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希望明天我们明天见，拜拜。